俄罗斯国际军事比赛开赛，不仅有坦克两项，还有步战车大赛。看中国张家兵如何神勇发挥，我军不仅有无敌的步兵，还有一流的装甲兵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评估，我是易评估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索沃洛夫突击开赛，中国装甲兵勇夺第一，好装备还是要靠人来操作。一年一度的俄罗斯国际军事比赛又开赛了。往年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坦克两项的比赛了，毕竟坦克嘛，一直号称陆战之王，大家最关心坦克比赛的结果了。其实坦克两项只是俄罗斯国际军事比赛的一个项目，其他项目还有索沃洛夫突击、航空飞镖、军事测绘、野战炊事、炮兵能手等等，可以说几乎涵盖了整个陆军的工作，都是很有看点的。但要论刺激的程度，那么索沃洛夫突击的项目绝对可以排得上第二名，仅次于坦克两项了。毕竟步战车是要配合坦克作战的，比赛要求各国的步战车手在复杂的赛道上敏锐观察、高速机动、快速打击目标，难度绝不低于坦克两项。由于步战车体重轻、速度快，驰骋在赛道上的视觉效果甚至要超过坦克比赛。在今年的索沃洛夫突击比赛中，中国车手有来自74集团军的车长中尉傅成、驾驶员2级上士黄善勇、炮长刘震3人组成。赛场是一条4.3公里的闭合赛道，赛道里面有 CC 场、头领、防坦克号、车辙桥等12道障碍，途中还要进行3次射击。经过非常激烈的竞争，最终中国车手获得比赛第1名，被俄罗斯和伊朗分列2、3名。中国车手向世人展示了中国装甲兵的全新面貌，我军使用的步战车和其他国家使用的没有代差，反而说明我装甲兵训练有素。毕竟人才是影响装备战斗力发挥的第一要素。索沃洛夫突击比赛是以18世纪俄国军事家亚历山大·索沃洛夫命名的，说白了就是一场步兵战车的比赛。步战车这一现代化的兵器本来就是前苏联发明创造的，世界上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步兵战车就是前苏联的 BMP-1。与以往的装甲车相比，它仍有良好的机动性，火力强大，安装有小口径火炮、机枪和反坦克导弹，可以对多种类型的目标作战。车内可以携带一个步兵班，步兵既可以随车作战，又可以下车独立行动，开创了装甲步兵作战的新时代。而我军装甲兵一直到很晚还在使用63式速胜车，其火力薄弱，难以有效支援坦克作战。直到我们仿制成功 BMP-1 之后，才解决了这一问题。从当年的59坦克加63装甲车的走货，到现在的99A 加04A 的走货，我们见证了中国装甲兵由弱到强的艰苦历程。现在中国的装甲部队肯定已经是全球领先的了。我军不仅装备有99A、96式、15式这些先进的坦克，还装备有04A 这样顶尖的步战车。而从此次索沃洛夫突击比赛的结果来看，我军装甲兵可不是花花架子，人员的技战术水平也同样是顶尖的。自从解放军实施实改旅后，陆军部队大都变成了能够快速反应的旅级部队，其中装甲坦克和履带式步战车的重型旅依然占据了大头。这显示出我军依然非常重视装甲部队的建设。在战场上，轻装部队或许是最早进入战场的作战力量，但是最终决定战局的恐怕依然是重装甲部队。参加国际赛事可以对外界展示我军装甲部队的建设成果，不断的总结和积累经验，改进和提高我们自己，特别是可以让潜在的敌人们看到，我军不光仍有天下第一的步兵，同样仍有天下第一的装甲兵。好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